来看一下，我们是自己生产的。大家好呀，我是阿林。漫步在喀什老城中，永远不缺的是惊喜。老城似乎有种魔力，能把人的所有感官系统都调动起来。随风传来的维吾尔族音乐，总让人忍不住去寻找它的源头。时不时出现的分岔巷口，又让人犹豫着该朝哪个方向继续探索。老城中古典伊斯兰特色的巷子弯弯绕绕，但总是能把你带到一处与此前都不一样的景致，仿佛又打开了新世界。色彩艳丽的维族大门，每一扇都很漂亮，每一扇又都不同。在喀什老城，还要记得时常抬头看一看，外墙或天台的装饰也会让人驻足许久。白天的喀什酷热干燥，晚上往往才是人们喜欢外出的时候。喀什是中国最西部的边陲城市，也是太阳落下最晚的地区。此时已将近9点，喀什的傍晚才刚缓缓到来。这处位于老城东侧的亚瓦格跳蚤市场，也正在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相较于老城周边挤满游客的小吃街，这里更为本地化，是喀什当地人常逛的夜市。虽然名字叫跳蚤市场，实际它更像是一处夜晚综合大市集，里面卖的东西很多，衣服、鞋帽、干果调料，当然还有美食小吃。这时的夜色还不够深，还不到喀什人吃夜宵的时候。我们先走走这条商业街，之后再去逛美食。无花果来做分隔带，好特别。在喀什东北侧的阿图什就有大量无花果种植。因为无花果的保存期较短，市面上见到批量卖的并不多。除了鲜果，无花果还常被做成无花果干和果酱，我们等一会儿就会看到。在南疆的市集或巴扎上，常会有不小的区域是卖衣服的，
或者说主要是卖花裙子的。市集上卖衣服的地方，我觉得很能体现南疆风情。如果留意周围的行人，也不难发现，南疆的女生无论年龄大小，穿裙子的比例会更大，而且是连衣裙。常说维吾尔族能歌善舞，确实如此。不过那些华丽的演出服在日常生活中穿着不多，但鲜艳的配色和丰富的花纹仍旧是漂亮连衣裙的主色调。由于伊斯兰教禁忌偶像崇拜，不可在服装、饰物和建筑物上描绘人物或动物的造型，所以这里的服饰多为几何图形和花卉样式。被这样充满南疆风情的氛围感染，我也没忍住买了2条裙子，分别是30元和50元。不过真正的维吾尔族传统服饰就要贵多了，尤其是手工精细缝制的。还有一个很具南疆风情的元素是布料，不过在这里没有遇到，后续在其他新疆市集里会和小伙伴们分享。您好，我可以拍个照吗？谢谢。谢谢您啊。走出来就是无花果做分离带的这条主街。市集的这条主街上，以服装等商品为主，穿插着还有卖一些饮料和干果的摊位。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生产的啊，我们手艺自己做的。这个是冰糖吗？白冰糖、黄冰糖。来，这个我们自己生产的无花果酱、入学酱、生姜酱，我们自己生产的。来看一下啊，拍个视频。刚刚也行。这是无花果酱。无花果酱，然后啊都是那个都是无花果。是蜂蜜吗？都是白砂糖。白糖。都是无花果。多少钱一桶啊？1公斤20块钱，这一冰上1公斤20块钱。20。这生姜酱，然后这个最好的营养。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生产的，里面有那个藏黄花，然后生姜，这些东西都有。生姜生姜这些东西特别好吃的，想吃一下。也是20吗？20块钱。20这个木瓜酱。这个木瓜酱，我们自己园子的啊，自己果园的。木瓜是那个热带的木瓜吗？不是，我们自己这个地方这边的木瓜。特别好吃的。好，谢谢您啊。朋友也是那个好朋友，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的。自己开始新疆的好吃法。
这种果酱其实工艺并不精致，从简单的外包装也能看得出，大都是制作于小型作坊，包括之前在和田看到过的玫瑰酱，但在用料上是真的实实在在，有大颗的果子粒。同时也正是因为并不是出自现代化工厂流水线，所以吃着才更贴近传统的南疆味道。在当地，这种果酱或玫瑰酱会涂在馕上吃，还有比如淋到粽子上，一会儿在美食街里我们就能看到。而我还有一种私藏的吃法，我更喜欢把它们加到牛奶甚至是咖啡中，扮演了方糖的角色。化开后有浓浓的花香果香，果子颗粒和玫瑰花屑会沉在杯里。这一瓶果酱，我觉得很能代表南疆的古早味。不过配料是鲜果和糖，甜度很高，小朋友们不要贪食。来亚瓦格市集的当地人很多，在这儿能处处感受到喀什当地的生活气息。有的一家子出动为小朋友挑选衣服，有的3-2个闺蜜来看看有什么新款式的裙子，还有年轻的小伙子们3-5成群打打闹闹的，也有独自来买衬衫的维吾尔族老爷爷。行人如织，生活百态，这里有着和静谧的喀什老城完全不一样的活力。逛着逛着，被阵阵香水味吸引了过来。我不太懂得香水的前调后调，但这里浓烈的氛围与商场中香水柜台完全不一样，很有异域情调。你好，请问这个怎么卖的呀2块、3块、5块。？2块、3块、5块。哦，这个是杏皮水是吧？哦，还有大枣。新疆夏日街头最常见的饮料就是杏皮水，价钱便宜又解渴。虽然叫杏皮水，实际是用整个杏子熬煮的。我要一个2块的吧。用来熬煮杏皮水的并不是鲜果，而是晾干的整颗杏子，其中还加了红枣。维族姐姐人特别好，见我提着东西不方便，帮我举着杯子拍照。至于杏皮水的味道，这里我要给小伙伴们留个悬念了，有机会你们要来亲自尝一尝哦。我只能说，味道清淡不那么甜，和你们印象中任何杏子的味道都不同。在新疆的街头看到这种大冰块，一定是卖酸奶刨冰的。大冰块上也常常会遮盖一块布。冰块在酷热的南疆用途很多，冰饮料中一般都会放上一大块冰，还有瓶装的饮料也都会用冰块来进行冰镇。
Anstatt dolayısıyla person psikolojik güzellik koy. Ayrıca dolayısıyla person psikolojik güzellik koy. Anstatt dolayısıyla person psikolojik güzellik koy. Ayrıca dolayısıyla person psikolojik güzellik koy. Anstatt dolayısıyla person psikolojik güzellik koy. Ayrıca dolayısıyla person psikolojik güzellik koy. Anstatt dolayısıyla person psikolojik güzellik koy.你上几年级了呀？6年级哦。周汉40岁人。之前的天气稍有些多云，此时渐渐云开，在时钟奔向晚上10点的时候，喀什的夕阳竟然黄得我有点睁不开眼。此
此时的内地已进入深夜，而在中国最西边的喀什地区，这里的街上还如此热闹。时间来到晚上10点半，很多人涌入美食街的方向。喀什的夜市越晚越热闹。这是一家馄饨店，10元一份。南疆的小馄饨大致分为2种内馅儿，绿色的是苜蓿，红色的是红苋菜。苜蓿选嫩一些的叶子，要剁得很细，挤出草汁。包馅之前还要用羊油或者清油先翻炒一下。请问这个多少钱一串啊？1块钱一串。哦，1块钱一串。你好，我可以拍一下吗？哦，谢谢。我就马萨朗来。哎，妈妈，我们看起来在现在的。
daha yapıştır. Ha, kırıkı. Ha. Ot düşürmez. Ha, kırıkı, doğa kırıkı. Tamam. Wat kunnen ze ballen? Hè? Ama yoganın başına bana.这是喀什晚上10点半夜市上的人流，我们随着人群一起进入美食街逛一逛。这第一家卖的是颜色黄亮的黄面和凉皮，常常搭在一起卖。这种黄面也是凉拌着吃，看上去有点像内地一些地方用碱水面做的凉面。不过新疆的黄面口感不属于劲道一派，而是软嫩。喜欢吃的人会很爱这种口感，不过吃不习惯的会觉得软的口感像是面煮得过久。这是米肠子和面肺子，之前已经看到过好多次了。如果不说这是哪里的夜市，单凭着满眼的羊肉大串儿也知道是新疆了。尤其是南疆的烤肉，又大又便宜，一般一串是5元上下，红柳大串价格在10元左右。除了肉串儿，还有羊肝、羊腰、羊排都可以烧烤。这种有一点焦焦的感觉是南疆典型的火大式烤法。另外，在南疆的小店中常会有茶水，当地比较喜欢喝砖茶。这种传统工艺的老式冰淇淋，喀什有很多，不过出了大喀什地区就少见了。所以，如果来到喀什，一定要尝一尝这种喀什老味道。冰淇淋的配料有牛奶和糖，有的店也会加入鸡蛋，所以会吃到一点蛋香味儿。这种有点像船桨的粗木头，就是制作这种老式冰淇淋的工具了，如同划船一样，在制冷机中搅拌，不一会儿，这种老式冰淇淋就做成了。冰淇淋2块钱一个，不管大人还是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吃。
们十分绵密，又很清爽冰凉，很有传统的古早味。冰淇淋旁边的是蜂蜜粽子，内地一般只有端午节前市面上才会有大量的粽子，到了新疆却处处能见到。粽子放凉后，在盘子里用木勺压扁，在上面先覆盖一层质地浓稠的手工酸奶，之后再淋上糖浆来中和酸奶的酸。这壮观的景象也是米肠子和面肺子，一条一条的米肠子常被堆得很高来吸引顾客。在之前分享过的新疆美食中，总能见到它们，从夜市到街头再到巴扎上无处不在，有的是温热的，有的是凉的。它们的吃法是切成小块加调料拌着吃，有蒜有辣子。一般一小份米肠子面肺子只要5元，大份的话10几块就能吃饱。把香菇拿。这位维族大叔热情地招呼我进来拍照，期间还和我聊天，说自己曾经在内地的石家庄皮货市场待过3年。来来。转过身，又遇到了无处不在的米肠子、面肺子。其实它们2个算是面食了。黄黄的面肺子做法是将面浆灌入羊肺中蒸熟，米肠子中灌的是米。用于凉拌的调料，除了辣子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这种蒜泥了。可以加到凉皮、凉面中，也可以加到羊蹄儿、肚包肉中。除了羊肉之外，烤鸡是另一大烧烤类。新疆的烤鸡都是在馕坑中烤制的，整只的鸡会提前腌制一下，外皮涂抹一层薄薄的面糊，颜色黄亮诱人，吃起来也很嫩。和馕坑烤肉的做法类似，也是挂在馕坑内壁上。
种圆饼是烤馕，烤馕的感觉有一点和内地烧烤中的烤烧饼类似。不过这里的烤馕会在馕的表面沾一点羊肉串上的羊油，撒满调料的烤馕单吃就很好吃，如果夹上几串羊肉串更好吃。这种就是馕坑烤肉了，因为外层裹了面糊，颜色金黄，经过馕坑内的高温烘烤，外脆里嫩，算是南疆特色，在北疆不会这么普遍。这些满眼的肉食全部出自于馕坑，而一般需要通过馕坑烤制的肉食，外表也往往会涂上一层面糊，所以烤制出来金黄酥脆。Allah kebap kızak kalsın.这种月牙形状的也是烤包子，里面是羊肉馅儿，5元一个。常见的小一点的方形烤包子一般是3元一个。表面颜色亮黄，是因为涂刷的鸡蛋液中加入了姜黄。Kebap
哦，您好。前面这里架子上的是烤蛋，有的人把南疆夜市上的烤蛋称为新疆一绝，这种叫法主要是由于在中国其他地方比较少见。烤蛋的方法没有什么独特，不过蛋的种类就很多了，从最小的鹌鹑蛋到大鹅蛋，甚至还有100元天价的鸵鸟蛋。越是游客多的地方，蛋的种类就越多。不过像是这里的夜市，本地人多，烤蛋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花样了。谢谢您啊。您好。请问这个是几年级的课本？一年级哦。1年级下册的书。哦，你们都上1年级吗？我不是，我是3年级。哇，他你是1年级的，他是2年级，我是3年级。你才是3年级。到底谁是1年级啊？牛奶哦。牛奶和杯下蛋放里面，然后就之类的。哦，这样。那放鸡蛋吗？这个不放鸡蛋。哦。我们不放鸡蛋，别家卖冰淇淋店可以。有的放鸡蛋哦。干啥子？好。夜市上卖蜂蜜粽子的摊位也不少。都说北方人爱吃甜粽子，南方人爱吃咸粽子，而新疆的粽子是1年4季的甜品。这道甜品一般在覆盖完酸奶和糖浆之后，还会有不同口味的果酱供选择，像之前我们看到的杏子酱、无花果酱等等，都会一并加到粽子上。
美食逛完了，小伙伴们先别急着离开，还有片尾彩蛋。在之前分享的新疆巴扎市集上，总能看到酸奶刨冰，包括今天这里的夜市。不过我们还没有看到酸奶刨冰的真正技艺表演。你好呀。在美食街门口的这家酸奶刨冰，老板可以说是技艺超群。接下来表演即将开始。在一次次高抛下落的过程中，糖浆均匀地融入其中，浓稠的酸奶与松散的刨冰紧密结合，这使得每一口吃起来都充分融合了酸甜的冰凉感。此时是晚上的11点半，在中国最晚到来的夜色中，祝愿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好啦，感谢观看，我们下次再见。